今天呢，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一位88年的姑娘呢，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，有点偏胖。本科学历，在私企做行政管理的。她呢来找对象，说自己有些着急，亲戚家的这个妹妹都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都会打酱油了，说自己也不想再耽误了，想抓紧找对象。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，她说自己要求不高，就2个条件：一呢是想找市里有房子，没有贷款，就是全款。2呢是想找工作稳定的，要求是事业编或者是体制公务员，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。这个时候旁边一位这个98年的姑娘，她就听见了。她呢是这个本科学历，身高大约在165左右，年轻嘛，衣品也不错，也会打扮，在这个国企上班。她呢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呀：你要求条件怎么这么高呀？有多少男的房子是全款呀？那公务员他也不多吧？我找本地有房子的，有贷款我也接受，工作稳定就行。听的这88年的姑娘是立马就着急了，好心劝起来这个98年这个姑娘：你太年轻了，你不知道物质条件对婚姻有多重要。你要找个有贷款的，那婚后你们还要一起还房贷，以后生了孩子每个月都要用钱，压力会很大的，你的生活质量是直接就下降了。还劝这个姑娘说找个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，现在男人都靠不住，万一哪天他对你不好，你起码还有钱花，总比嫁给个穷鬼好，最后离婚什么也没有，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。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也是丝毫不客气，就直接怼了过去，说：大姐你怎么这么有经验，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？你比我大了整整10岁，还在私企做行政，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？长相身材也不如我，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，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，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？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是面红耳赤特别尴尬。我听了心里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三观真的特别正。很多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，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，说婚姻不幸福，没钱的婚姻更不幸，几婚离了都能找未婚的。还有那些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别将就，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是越来越夸张，彩礼呢是越来越高，变着法想占男人便宜，一边想要女权呢，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，坐享其成，不劳而获。那些毒鸡汤是让结了婚的想离婚，未婚的呢不敢结婚，真的是害人不浅。还有那么多的姑娘信奉为真理，找对象呢都是眼高手低，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，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，以为自己是个仙女，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。真想对这位88年的这个大龄姑娘说你算计的那些你看不上的男士他们也看不上你，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他们更看不上你。你再这样挑三拣四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。中午左右来2个姑娘来找对象，特别有意思一先一后。一位呢是93年的本科，是个企业的金领，年收入在15到20万左右，身高呢有170身材匀称，就特别有一种御姐范儿。这后面来的姑娘呢是96年的国企会计，年收入在8万左右，这个长相又比较清纯一点。这2人呢是差了半个点先后来的。93年的姑娘呢就想找那种全款车房，年收入10万以上的。96年这个姑娘呢就想找本地有房子，可以接受贷款，年收入在8万以上，就是比她高就行。他们俩在这个选这个男士资料的时候同时看中了一位男士。这个男士是92年的身高185，自己创业做互联网工程的，年收入在20个以上至少吧，长得很斯文，戴个眼镜也是有车有房，但是房子呢是有少量的贷款。这为了避免尴尬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屋去联系这个男士。那讲究这个先来后到嘛，我就先介绍了93年的这个女士，还没等说完，人男士直接拒绝了，理由是这个太优秀了，有些配不上。这介绍96年这个姑娘的时候，人男士就说可以认识一下。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，一家欢喜一家忧96年姑娘呢是一蹦一跳捂着嘴笑着说等待这个2人见面通知然后就走了。这个93年这个姑娘呢就坐在了椅子上低头就是跟别人聊天嘛。我寻思是不是在骂我呢？接着呢起身就把她的那个名牌包和奥迪车钥匙往我桌子上一放，双手叉腰跟我说我没有给她介绍全面，要求亲自和男士通电话。我问她，我说哪里不全呀？他说你告诉他我很优秀，也很有上进心，靠自己买的车房。那我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层管理，以后发展肯定是潜力很大的呀。这各方面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和他配得上。说完他在最后还抱怨了一句凭什么不如我优秀的他就愿意认识。
看到姑娘这强势的样子啊，我就表示啊，我帮不了，我有脾气啊。不一会儿呢，就有人给她打电话啊，她接着拿着包她就出门了。我承认这个姑娘优秀不假，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女性，她们大多数都是学历高、工作好、赚的也多，那自己买车买房。但这只是从社会劳动力市场评价一名劳动力优秀的标准，而不是婚恋市场上来评价女友或者妻子优秀的标准。劳动力市场呀，看的是你作为员工能给公司创造的效益，而婚恋市场更注重的是你作为一个伴侣的反馈，你的外形、长相、性格、脾气等等。你觉得很优秀的地方呢，在别人眼里啊，可能是关我屁事儿。何况很多姑娘的能力啊，也只是比普通姑娘好那么一点而已，实际上也没有高到让男人趋之若鹜的程度吧。另外啊，对于某些高要求、高条件的优质姑娘们，你扪心自问啊，你再成功、再会赚钱，可你赚的钱，你会拿给男人花吗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有些女生啊，虽然有钱，但是她不愿意给男人花，也不愿意拿来养男人，她只要求啊，男性比她更加有钱才能够配得上。所以啊，有钱的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是利己而不是利他，并不是普通的姑娘就可以找到好对象，而是她们知道自己不够优秀，更加的谦虚低调、温柔、包容力强，那更加去崇拜对方，在婚恋当中不摆架子。反观有些优质女生的态度啊，总是很高冷、很傲慢，好像别人该你300万，你来要债是怎么地？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市场上，明明一些条件普通的姑娘，却总是比那些条件优秀的姑娘们嫁得要好。最近找我许愿的伙伴们啊，是越来越多了。那许愿池里面的王八，他都听不下去，都离家出走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征婚信息啊。此条视频呢，无房无车身高不够的男士们啊，得罪了请绕道而行，因为这条征婚呢跟你没关系。一位远在成都的姑娘，跨越了半个中国 IP 啊，找到了我。这个93年的本科学历，从事设计工作，身高呀不到160，身材有点丰满吧，外形呢不算男士啊，很有眼缘的一类。他就给我发信息啊，问了我一个很深奥的问题，也是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啊，就是他为什么嫁不出去？相亲呢有4、5年了，就是找不到。那他的择偶要求跟我一说完呢，我就明白了这哪里啊出了问题。经过他本人同意呢，我分享出来给大家念一下。这征婚信息啊如下：身高180以上，体重140到160斤，年龄在28到32岁之间，市区有房子，面积呢不低于100平，且没有贷款。如果有贷，必须婚前还清，父母健在，且不能超过60岁，双退休，就是两人都有退休啊。男方必须为独生子，全日制本科学历，函授勿扰。市里工作有5险1金，有周末双休，薪资稳定在1万以上，一年收入啊不能低于15万，允许兼职。这个约会恋爱不能低于1年，开销啊男方承担。另外颜值这一块不要太难看，性格要活泼幽默，处理事情啊要有情商，等等等等。后面省略800字啊，我念不下去了。作为红娘呢，我应该心地善良，有耐心。对待这样的要求啊，一定啊要体现出我的爱心来。毕竟能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人家肯定是综合考虑过的，这自身条件呀，肯定他有过人之处的。起码小脑啊发达才能想那么多。所以啊，作为红娘一定要去理解和尊重。谁让我选择了这个行业呢？何况咱还是心理咨询师，所以更应该啊体贴入微。俗话说呀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乳腺增生啊，都是女人，凭什么让你？你看看你的条件一出来，那不就是天方夜谭吗？说你青蛙想吃天鹅肉，都是抬举青蛙了。整天问我为什么为什么？你看看全国下来能有几个人符合要求的？这王思聪年龄都超标了吧？忍一忍，忍一忍。姑娘呀，你这要求啊确实有点高了。这毕竟能符合这个要求的男士啊，人家对外形各方面他都是有要求的。他呢就反过来问我呀，我这要求高吗？现在男人车房收入这些不都是基本的吗？那其余条件我不就是要求个家庭条件之类的？我呢就反问这个姑娘，你为什么找到我呀？她说呀，我看你的粉丝呀是全国各地的都有，要是啊这个外地啊有优秀的男士啊，年薪几十万，能帮我安排工作的，有车有房的，那我也可以考虑。本地的红娘给我介绍的都不是很好。哎呀，我就纳闷了，这个姑娘脑子里面装的是浆糊吗？怎么就想不开呢？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要找什么样的，而是什么样的能够接受你。
这男人相亲啊，多数啊都是先看颜值和年龄的。那你不具备一定的优势，那我们就要放低要求。相亲啊，不是童话故事，你可以遇到听话又多金的白马王子。你之所以嫁不出去，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了。找对象总是这么挑肥的拣瘦的，最后什么也捞不着，青春呢可能都没有了，后悔啊都来不及。